Hello，各位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铃兰小围巾，使用马海毛双股钩织而成，展现独特的轻柔与细腻质感。花型是以优雅经典的4瓣花样为主，简约之中又不失精致。马海毛的天然光泽与4瓣花样的立体质感完美融合，让我们一起来钩织它吧。线材使用了马海毛，由双股钩织而成，搭配 2.5 毫米的钩针。如果你想制作扣环，也可以为它准备一个纽扣。成品完成尺寸如图，供大家参考。视频中的演示线材是5股牛奶棉，搭配 3.5 的钩针。首先环心起针，起针之后，第一行4个锁针。我们将4锁针当作是一针长针，并且在它上方放置一个记号扣，它是这一行的第一个针目，也会是下一行的最后一个针目。接着钩织一个扇形，扇形的组成是3个长针、3个锁针以及3个长针。长针就是钩针绕线2次，穿进针目带出线来，再挂线钩出2个线圈3次。连续3个长针加上3个锁针以及3个长针，这样是一个完整的扇形花样。扇形结束，再一个长针，第一行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如此，在第一行的扇形花样两旁都各有一针长针。第二行翻面4个锁针，将这4个锁针视为一针长针，并且放记号扣。接着一个外钩3长针的并针，钩在上一行扇形的半边，也就是3长针上。钩针绕线2次，挑起扇形的第一针长针，挂线钩出，再执行挂线钩出2线圈，一共2次。下面2个针目也是如此操作。3个未完成的长针结束，再次挂线钩出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外钩3长针的并针。接着4锁针，接着一个短针，挑起上一行的3个锁针，钩织短针。接着又4锁针，在上一行扇形的另一半3个长针上，又一个外钩3长针的并针。接着最后一个针目，也就是上一行做记号扣的地方，一个长针。第二行结束，第3行翻面，先4个锁针起立，视为一针长针。接着我们在上一行这个3外钩长针的并针右侧这个洞眼，钩织一个扇形花样。扇形花样由3个长针、3锁针以及3个长针组合而成。一个扇形结束，再一个锁针，接着在上一行的短针上钩织一个短针。接着对称的针目安排，一锁针，
在下一个并针针目的右方动眼钩织一个扇形。扇形结束，而在最后一个针目，也就是放弃号扣的地方，钩织最后一针长长针。第3行结束，第4行翻面，4个锁针起立，视为一针长长针。接着是上一行扇形的右半边，在它右半边的这3个长长针上外钩一个3长长针并针，接着又4锁针，接着在扇形中央的3锁针上跳起锁针链钩织一个短针，又4锁针。接着我们会将2个扇形在它们相邻的3长长针上外钩一个6长长针的并针，扇形的一半各有3个长长针，因此一共会完成6个未完成的长长针。在这6个针目上各钩一个未完成的外钩长长针之后，最后再挂线钩出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外钩6长长针并针，接着又4锁针，接着在上一行扇形的中央跳起锁针链钩织短针，又4个锁针，接着上一行最后一个扇形的左半边这3个长长针上外钩一个3长长针并针，接着最后一个针目，也就是做记号扣的地方一个长长针，第4行结束。之后我们按下列文字解的拓展规律继续拓展织片，每一行开头的4锁针都是为一个长长针，并放上记号扣，奇数行的扇形都钩在上一行的并针右侧动眼，短针则钩在上一行的短针针目上，而偶数行的短针则是钩在上一行的3锁针上。中括号的内容是重复钩织的次数，一直钩织到第10行。第10行钩织结束，小围巾大概拓展到我所需要的宽度，大概是14公分。接着宽度就不再做变动。第11行翻面，4个锁针起立，视为一个长长针。接着在这个外钩3长长针的并针右侧的动眼钩织小括号内容3个长长针，接着重复中括号的内容4次，一个锁针，在上一行的短针针目钩织短针，又一锁针，在上一行外钩6长长针的并针右侧的动眼钩织一个扇形，这样是一次中括号的内容。中括号内容重复4次，接着一个锁针，短针钩在上一行的短针上，又一个锁针，
在上一行最后一个并针针目右侧的动眼钩织小括号内容3个长长针，接着最后一个针目，也就是做记号扣的地方，1针长长针结束这一行。第12行翻面，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在第一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，这个短针是第一个针目，我们放上记号扣。接着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外钩6长长针并针的时候，挑2个扇形相邻的3长长针钩织。而这一行的短针则是钩织在上一行的3锁针上。中括号的内容总共重复钩织5次，最后一个短针会钩在上一行的第一个针目，也就是4锁针上。这一行结束。第13行翻面，1个锁针作为短针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第一个针目1个短针，接着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5次，在钩织扇形的时候，都是钩织在并针右侧的动眼。而短针钩织在上一行的短针上。第13行结束。第14行翻面，4个锁针起立，视为第1针长长针。第一个并针是外钩3长长针的并针。之后重复中括号内容。而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时，外钩6长长针的并针是挑扇形相邻的3长长针钩织，结尾在1个外钩3长长针的并针，并且在最后一个针目以1个长长针结束。之后重复钩织第11行到第14行，直到围巾到达我所需要的长度。在重复钩织这4行时，第12行与第13行其实都是1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第一针为1短针，并且也以短针作为结束。我一直钩织到围巾大概有97公分之后，接着我们要为它收尾，对称着第1行到第10行，在倒数第10行翻面，4个锁针起立，视为第1个长长针。接着在上一行并针右侧的动眼钩织小括号内容3长长针，之后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1锁针、1短针、1锁针，短针钩织在上一行的短针上，并且在上一行并针的右侧动眼钩织扇形。中括号内容重复4次，按文字节钩织到最后。在上一行最后一个并针的右侧动眼钩织最后一个小括号内容3长长针，并且在最后一个针目1个长长针。倒数第10行结束。倒数第9行翻面，同样4锁针起立，
之后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。外钩6长长针的并针、4锁针、1短针以及4锁针重复钩织。这一行的短针都是挑上一行的3锁针钩织。最后一个外钩6长长针并针结束，最后一个针目1个长长针，结束这一行。之后按文字解钩织，对称第1行到第10行，完成围巾的另一端。每隔2行就会少一个完整的扇形。最后一行钩织结束，引拔断线，藏好所有的线头，这样这个具有别致花样的铃兰小围巾就完成啦。你可以为它制作一个扣环，使它在使用的时候更具固定的功能。所留的这个洞眼为扣眼，扣环的这一侧搭配一个你喜欢的纽扣，使用时可以像这样将这一头扣住，接着将围巾的另一头穿进环中，使它成为一个蝴蝶结的形状，可爱又别致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